看得懂吗？看不懂吗？看懂了吧？对吧？2025游戏音乐界的复仇者联盟，真的你会从这个听到变成这个。录音地点找的还是音乐之都维也纳的 Synchron Stage， 而这全部都塞在了这款台币才400块左右的独立游戏上面。对，就想象你巷口的卤肉饭突然请了 Gordon Ramsay 来帮你切葱花。2025入围最佳独立游戏 Absolute 绝对魔拳。你看到的不只是一群大制作人的血汗结晶，你还会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动人的人生理念。你是否在意过音乐？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我是笔记。今天聊的是这款冷门到爆的肉鸽游戏《绝对魔拳》。剧情就不解说了，比较单纯，只是会有大量的 BOSS 剧透，不然我也没办法聊音乐了。嘿嘿。一群大佬帮一款作品做音乐不算少见，但通常发生在同公司或者是大企划底下，这个甚至算是少有的东西合作案例。更何况这是一款售价不高的独立游戏。领衔人 Gareth Cocker。你自己判断这些游戏阵容够不够猛嘛？够了吧 ？Halo 呢 ，Ark 呢，麦块和欧里汉罗，这不是他第一次和很多大佬一起做音乐了。不过绝对魔拳里面他是主导，他主动邀请可能真的是第一次。然后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按照游戏关卡流程到第一部分为止，聊一下整体的作曲理念。这是第一关通常会经过的森林区域主题曲。这游戏基本上是这样运作的，大概分成2个部分，2个部分都有最终 BOSS， 而这些 BOSS 之前可以有3到5条路能走，其中分别都会遇到不同的中 BOSS， 在这些中 BOSS 之前的区域都会使用同样的主导动机，比如这就是中 BOSS 区。为了避免玩家听觉疲劳，每个区域都有相应的旋律以外，还会根据该区域的特色去制定配器的走向。这个地方是比较偏地面的，所以选了频率比较中间的乐器，同时带出森林著名的文化感。如果你今天走的是坚石镇呢？这是城市中央主题曲，也是在地面，所以你会听到比较多吉他主导的声音。不过这边有一条路线是需要你爬上堡垒的，到了高海拔的地方，音乐就会变成这样。是不是高频率的管乐就跑出来了，还能带出堡垒上方高耸入云的形象？音乐就像你站在山上一样，心情整个舒展开来。然后该死的这边的敌人也变得特别难搞。当然了，中 BOSS 曲也是同样的动机。镇长作为坚石镇的代表，音乐当然要壮阔无比。不过怎么有种比堡垒的士兵还好打的感觉？感受到整体的架构了吗？ Gareth 对游戏和音乐结合的坚持，这也展示了 Gareth 的创作理念。每一款游戏他一定会亲自玩过或是看过，深度参与整个游戏的世界观和游戏节奏。加上他从小就是玩家，接触了许多不一样的游戏类型，这样的阅历让他能够打造出丰富而有深度的音乐世界。这无疑带出了最简单的人生道理。真的啦，多听多看，亲力亲为。身为创作者，就是要懂得亲自尝试，而不是纸上谈兵，你才能打造出最真诚的内容。接下来也是几条比较杂的路线，这之后也一样根据不同海拔和区域设计了不一样的音乐，有破败的圣堂、矿坑等等，最后都会汇整到一个地方，第一部分的关底 BOSS 幽静之王。I've been expecting you. The Root Sisters and their assassins. It isn't over for me, Your Majesty.
是不是感受到与众不同的重量了呢？没错，作为压轴的 BOSS， 这边采用了跟前面完全不同的氛围，特地邀请了 Mick Gordon 来作曲，那个撼动了游戏重金属音乐的男人，那个引起了所谓 Urgent Metal 这个说法的男人。自从毁灭战士之后，声名大噪的风格，极端的压缩和工业金属，甚至引领不少模仿风潮，弄到曲风定义出了不少争议。这真的特别狂野。老实说，我本来没有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但 Mick Gordon 让我被这样的曲风抓住了内心。正如前面展示的一样 ，Mick Gordon 也是亲自参与和深度理解后制作的类型，让音乐对上角色的动作，设计特别的音效来展示骨头咔咔声的感觉。为什么咔咔声？你看人家都长胡子了，这个年纪也差不多该补点钙片了。然后是配合画风展现出上个世代动画风格的元素，像是这段。来，我们技术性解说一下 ，Mick Gordon 最有名的就是压缩技术，让声音失真。他刻意挑选了宛如旧时代电影和动画风格的管乐以外，还用力的压到爆炸，展现出一种怀旧却又一直爆音的暴力美学。而这之间又穿插着他独特的超低音电吉他。是的，他有名的第二个点，嫌一般电吉他不够低，还特地弄来一把9弦吉他，配合出色的音色设计，就为了展现最暴力、沉重的音乐。这个比较偏科的地方在于，你知道，不是大家都能接受这样暴力的声音，听了觉得很吵的人不在少数啊。所幸这首在 Mick Gordon 的创作中已经属于比较，怎么说呢，收敛的类型。或许是为了配合整体的作品基调 ，Mick 保留了他的特色，但也没像在毁灭战士一样把声音塞到几乎没有喘息空间，而是暴力中有意的让耳朵休息。先揍你一顿，再给你喘息，让你觉得感觉很棒，这算是一种 PUA 吗？他甚至让幽禁之王的声音出现在音乐内，当然是真不能少。怀旧管乐、暴力吉他、角色相关音效3种不同元素结合起来，造就了这首充满独特风格的曲目。难怪 Mick Gordon 自己也觉得作曲的时候很好玩，完美展现地底的不死之王强大的气魄，带给玩家游玩时视觉和听觉上的极致享受。题外话 ，Urgent Metal 算不算是一个分类的比较模糊一点？有人认为只是 Mick 在音效设计上比较特别而已。到此第一部分结束了，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令人在意的部分吧。由于其中音听筒的部分牵扯到隐藏 BOSS， 就请自行游玩体验吧。我们来聊聊北村有香的部分。如果你听了会突然想找元素瓶来喝，冷静 ，PTSD， 大家都懂。第一部分结束后有2条主要路线能选，其中一个就是耶德里姆遗忘祝福之城，充满了死灵和亡魂，路上会看到许多朝圣者前往女王的宫殿。有没有？知道为什么找他了哈 Do not be afraid. I am here for you. I will shelter you from the hungry demons. Even in death, you can still serve our city. Show all of Talam that death will not destroy us! You have traveled a long road to steal Yaldrim's last hope, accursed. I mourn the day Azra entrapped you, Mortonima, as much as I will mourn this fight. It's your choice. I will defend my kingdom. 北村有香对这次的合作是很兴奋的，他本来就很尊敬 Gareth， 所以保持了很高的互动。为了让音乐保持自己的风格，但又能融入整张 OST， 北村有香与 Gareth 之间互相回馈彼此的 demo， 这可能也顺便影响了整个耶德里姆的作曲风格。是的，还是那句深度参与。不过他左手的点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北村有香擅长用声音去打造空间感。
如果你第一次听觉得好像没什么辨识度，不用担心，很正常，因为它会去思考整个画面感，所以你会听到很多好像很悠长但没什么明显旋律的乐器在跑，用声音去打造视觉上的广阔和荒凉，结合 BOSS 心中的情感纠结，在不同阶段让这些声音慢慢的揉成一首波澜壮阔却惆怅荒芜的故事。当然，你听到北村风格后，也可能第一时间觉得，大街上一个火点在几万公里外呢。对，很慢热，不是属于一听就让人情感爆棚的那种，而是理解到故事背景后，细细回味，你会发现这个角色好像已经没办法拥有更好的音乐诠释的那种契合感。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音乐常常难推给没有游玩的朋友，但是粉丝间却有稳定人气的原因。毕竟你很难在开车载朋友的时候播这个嘛，等一下看电影的时候下面出现血条，你要怎么办？这也是整个原声带很精彩的一段东西美学的交互碰撞。Gareth 其实还是比较偏好莱坞式的史诗写法嘛，像个导演一样用音乐跟你说，你这边该哭啊，这边准备燃咯。北村有香的则是氛围与声音上的质感，不急着给你旋律而是注重在创造一种华丽的腐败感。北村有香的人生理念跟其他大师一样，他会去认真理解背景故事，体会角色的心理纠缠，他也会亲自下去试玩，感受玩家会在哪些地方获得什么样的心情，并让音乐在这些地方展现压迫感。他也不担心大家打不过还要被音乐压迫很不舒服，因为他在访谈说过，他常常自己也打不过，不是什么心态，要受苦大家一起受苦的意思，是不是？音乐聊完了，知道绝对魔拳的作曲阵容多么震撼了吧？那么游戏本身呢？说实话，真的是挺好玩的，打击感和爽快感顶尖，并且有多种隐藏要素可以去探索。就算是重复的道路，也会有随机的事件出现，重复游玩也不太会有作业感。你可以根据你的祝福去特化某个动作，也可以根据角色的全面性去强化你的特定打法。难度上不用太担心，玩到后面也常常变成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的状况。不过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肉鸽嘛，玩到后面通常都想要拼流派嘛。绝对魔拳用来买和洗祝福用的水晶需求量偏高，一轮农下来也没多少。想洗特定流派时比较痛苦一点，不追求全成就的状况下，就是一款大概10几个小时以后就算过关的游戏。未来还会出新挑战啦，就看看接下来怎么更新了。其他参与的还有 Creamman Booker 和 Rachel Hardy 等等，前者是跟 Hans Zimmer 合作过的知名大提琴手，后者则专为游戏录制了一首支线吟游诗人出现的曲目。听说后面好像有打算出动画系列，我就说是复仇者联盟吧。最后还是那句话，大师们都告诉我们了，多听多看，亲力亲为，阅历会决定你的创作高度，心力会滋养你作品的灵魂。好的，那么我们这期就聊到这边，接下来也会继续讨论值得一听的游戏音乐。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